今天我要用猴头菇和马铃薯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来分享一些可以代替鸡蛋的食材，如何可以不要用到鸡蛋，却可以有那种鸡蛋的粘稠度。然后呢，不需要用到面粉，就可以做出一颗颗的丸子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辣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猴头菇和马铃薯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马铃薯切小丁，先切一半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准备45克的猴头菇，挑比较大块的起来切，再切更细一点，可以了。把猴头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汤匙的奇亚籽，放入4汤匙的水。把它拌一拌，过一阵子它就会产生粘性了。大概搅个10几下，现在可以看到粘性慢慢出来了。这是我在有机店买的奇亚籽，前阵子实行168间歇性断食的时候，所以是那时候买来吃的。奇亚籽呢是源于唇形科的茜欧鼠尾草的种子，源于中南美洲地区，在墨西哥北部和瓜地马拉一带。我查到一些资料来跟大家分享。根据历史记录呢，最早使用茜欧鼠尾草的人类就是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人。阿兹特克人呢，把奇亚籽当作跟玉米一样重要的主要粮食之一，一起跟玉米一样同等的重要，这样子来吃。奇亚籽的名字的来源呢，就是阿兹特克人说的玛雅语。奇亚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力量的意思，也就是提供力量的种子。看来这个民族是多么的重视这个奇亚籽。现在呢，我们都已经拌匀了，就是它有粘性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我们再来切其他的食材。准备1/3包的红喜菇，把红喜菇的根部切掉，不要。把红喜菇切成小丁，把红喜菇放入盘中。雪白菇也是准备1/3包，雪白菇的根部切掉，不要。雪白菇切碎，把雪白菇放入盘中。准备地瓜1小颗，把地瓜削皮，把地瓜切片，把地瓜切条，换一个方向切小丁，把地瓜放入盘中。准备半块的豆腐。把豆腐切开，另外半块可以放保鲜盒冰箱冷藏保存。奇亚籽呢，可以直接泡冷水或是温水，放这几分钟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它呈现粘稠状。像刚刚我就是泡冷水，所以呢，可以用来取代鸡蛋。可以把奇亚籽泡水直接喝，直接饮用，或是加到自己喜欢的饮料里面，比如豆浆啊、麦片饮啊，或是果汁，增加饱足感。或是撒在果酱上面，涂在那个吐司上面来吃。我有时候呢，会放进面包机里面，跟着面团一起搅，然后做出面包给孩子们吃。奇亚籽含纤维量高，所以要依个人的体质适量摄取，以免增加肠胃的负担。有些营养师还会提醒大家，奇亚籽与山粉圆都是属于纤维量含量高的，那吸水力也很强，
所以呢，要避免连续大量食用，以免造成肠胃的不舒服、阻塞等等的危险。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豆腐压成泥，可以直接把豆腐装进纱布袋里面，把它压成泥，这样子就可以把豆腐多余的水分挤出。做丸子的时候就不会太湿，比较容易成型。可以了，把豆腐倒在一个盘子里。现在把所有食材放进搅碎机里面打碎，地瓜、马铃薯、红喜菇和雪白菇也一起放进来打。开始打，打碎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猴头菇我刚刚有切得很碎了，所以不用放下去打，这样子可以保有口感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把猴头菇放进来炒香。没有猴头菇的朋友，可以用素香菇角来代替猴头菇。如果再买不到素香菇角，就可以用干香菇泡软切碎放进来炒。这些食材都可以取代猴头菇。可以闻到猴头菇的香气了，感觉也炒得有点金黄色了。现在放入刚刚打碎的食材，把所有食材炒匀、炒香。这些食材先炒过，会让丸子等一下会变得更香。大约略炒一下，食材有混合均匀，现在来调味。酱油1汤匙，胡椒粉半茶匙，二砂糖半茶匙，花椒粉适量。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所有味道都炒至融合了。现在把豆腐放进来，这时候可以关火。把豆腐泥放进来，奇亚籽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刚刚放入豆腐和奇亚籽的时候，我是已经关火了，因为在锅子里面这样子拌炒，把它拌均匀比较容易，比较方便，而且还有一些余温，也顺便让这个豆腐可以温温的。现在我们把它取出来，放到大的调理碗里面，然后加上面粉来搓成丸子。馅料放凉了，现在来放面粉，先放5汤匙进来，把它拌匀。可以用手试试看它的湿度，看看要不要再加粉，再加2汤匙，应该可以了。把它搓均匀，已经可以成团，就是可以了。现在来搓，用手抓适量的大小，把它搓成圆形。像这样，放进来裹上太白粉，完成。除了奇亚籽可以代替鸡蛋，还有大豆卵磷脂粒、豆腐泥、香蕉、葛粉、亚麻籽粉，还有素食的海藻吉利丁都可以取代鸡蛋。不过我觉得香蕉泥只适合用来做素食的无蛋蛋糕，因为呢，在用料的话，香蕉的味道我会觉得偏重了一点点，然后会强调这些咸食料理的风味。我觉得最适合代替鸡蛋的食材，又最容易取得的呢，就是豆腐泥啊、奇亚籽啊，或是亚麻籽粉。
这3种。大豆卵磷脂其实也可以，只是我个人觉得呢，味道比较独特一点，然后就看个人喜不喜欢，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个味道。这些食材有些是大部分可以在有机店就可以买得到。你也可以全部做好，再来裹上太白粉，或者是一面做一面裹上都可以。素丸子搓好了，现在准备拿去炸。热一锅油，油热了，把丸子放进来炸。轻轻的拨动，免得粘锅底。让它继续慢慢炸。炸的过程可以不定时的这样子翻动，让它颜色均匀。现在看起来颜色变金黄色了，可以关火取出。开吃啦！刚才用筷子。素丸子，好香哦！刚才用筷子用的这个，所以吃下去应该会有味道。里面是有一点黏黏的口感，因为有马铃薯泥还有地瓜泥，好吃哎！好吃。然后我还有调味，放了花椒粉，那些的味道都在里面。外层脆脆的。妈妈刚才在这里做一个东西，我以为是那个麻糬，因为外面都是白色的，而且很像麻糬的感觉。因为妈妈裹了太白粉，然后我过来吃之后才知道不是麻糬。对，后来去炸完就变成这个了，变成素丸子。是麻糬。我本来要煮那个素黑胡椒酱淋上去，可是儿子说他想吃脆脆的，所以我就不煮了。大家也可以煮自己喜欢的酱料，咖喱酱啊、黑胡椒酱啊，淋在上面这样子吃。还好，刚才我没有问妈妈行不行吃那个。哦，你吃下去那就是生的，那个就还没炸过。我来沾番茄酱跟芥末酱，小孩子就是喜欢沾这种酱。我只喜欢沾草莓酱。这是什么番茄酱。我不喜欢那个芥末酱。芥末妈妈喜欢。两个混在一起这样子沾，很好吃。害怕。真的很好吃啊！它里面就是全部打成碎碎的，所以呢，全部的颗粒都差不多一样的大小，那个口感。刚刚以为猴头菇会比较突出，可是也没有，也是融合在一起了。是融合在一起。可是咬起来可以咬得到猴头菇的那个颗粒感，很香哈。我们要留点给妹妹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订阅我的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吃小黄瓜。那是哪个比较好？好吃。我吃好多颗了呢。看，中间这里很漂亮。